我只想要回原本属于我自己孩子的东西。这一切本来就不公平，我们可以为了生活忍气吞声，可以接受卑微的活着，但是他们不能像虫子一样把我们随意踩死。我叫林日朗，是个靠写故事为生的编剧。我没什么大本事，在这个看似充满机遇的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，却依旧在生活的底层苦苦挣扎。不仅拿着微薄的薪水，写的剧本还总是被那些不懂行的人随意指点，改得面目全非。อาจารย์หลินพวกเราได้อ่านบทคุณแล้วการแก้ไขบทครั้งนี้ได้เหมาะเจาะจงเดินเรื่องได้สวยงามมากยังขาดรสชาติไปนิดนึง应该这样写不行，最后男主角兽性大发，拔枪怒射，悬剑登场。听着他们这些荒唐的建议，我心里有无数反驳的话，可一想到家里等着我养活的老婆孩子，那些话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堵在了喉咙里。我只能沉默，向着无奈的现实妥协。工作上的不顺心就像阴沉沉的乌云，一直笼罩着我。但好在我有个温馨的家，妻子的温柔体贴总能在我疲惫不堪时给我安慰，儿子小虫那活泼可爱的模样让我平淡乏味的生活充满了阳光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，虽然平淡却也幸福地过下去，可没想到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一切。那天小虫学校开运动会，他参加足球比赛，在球场上他就像个小太阳，活力四射，满场飞奔。看着他矫健的身姿，我和阿玲满心欢喜，为他加油鼓掌。可谁能想到，小虫突然毫无征兆地向后晕倒。一开始我和阿玲还以为他是闹着玩，可当越来越多的人围过去，我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我赶忙抱着小虫来到医院，在急诊科一番紧张的救治后，小虫总算暂时脱离了危险，我们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。但紧接着，心脏科的达马医生把我们叫到了办公室，告诉了我们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。基本上，你们儿子的心脏无法抽取足够的血液供给给全身，只有正常心脏一半的功能。达马医生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在我们耳中却如同炸雷一般，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一向健康活泼的小虫怎么会突然患上这么严重的病？达马医生说，小虫患的是扩张性心肌病，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，目前唯一的根治办法就是移植一颗健康的心脏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决定给小虫做心脏移植手术。可医生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们陷入了绝境，手术需要200万泰铢的费用。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医院的行政主管劝我们选择药物治疗，说虽然不能治愈，但能让小虫在最后的日子里舒服些。可他根本不懂，作为父亲，我怎么可能放弃？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我也要拼尽全力。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保险公司身上，想着每年交的保险多少能帮衬点。可现实又给了我们重重一击，保险公司一句不在保险范围就把我们打发了。接着我们又去救助中心，想着或许能得到一些帮助，可工作人员却冷冰冰地说，我虽然没有固定工作，但还是有收入的，不符合救助条件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去找朋友借钱。可那些往日称兄道弟的朋友，有的自己都自身难保，根本拿不出多少钱，有的一听我是来借钱的，就像躲瘟神一样，躲得远远的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将唯一的房子卖掉，可离200万还是差一大截。小虫8岁的生日是在医院过的，我特意给他买了生日蛋糕，看着他那微弱的气息，连蜡烛都吹不灭，我的心像被无数根针扎着。好在同病房的小妹妹帮忙，才让这个生日有了一点温馨的氛围。可看着小虫那不断触碰底线的心率，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开始没日没夜地跑摩的做兼职，妻子也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，甚至连结婚戒指她都拿去变卖了。可这些钱对于那高昂的手术费来说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走投无路之际，我想起了曾经的同事李安琪，她现在是新漫最有影响力的记者。我来电视台找到了她，努力挤出笑容，和她回忆一起工作的美好时光，希望她能看在往日情分上，通过媒体帮我筹集善款。可我的讨好在他眼里却成了不怀好意。林先生，你为我工作过，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媒体工作者，不是慈善家，我也帮不了每一个人。我想解释，却不小心扑倒了他，被当成了猥琐的老流氓，被人赶了出去。那一刻，我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无情地掐灭了。晚上回到儿子病房，看到阿玲哭过，我才知道隔壁床的小妹妹因心脏病去世了。昨天还好好的一个孩子，说没就没了。看着病房外那个女孩爸爸崩溃的样子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她的哭声里
有不甘，有绝望，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我太懂这种感觉了，就像自己一次次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，却连反抗的力气都快要没有了。我们都是想救自己孩子的父亲，可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我们的力量是那么渺小。但我不能认输，为了小虫，为了阿玲，我必须撑下去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哪怕把命搭上，我也得让小虫活下去。隔天我来到医院验血，想看看自己的心脏和小虫是否适配，这是我最后能想到的办法了。就在这时，达马医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说下一个移植的名额就轮到小虫了。他让我赶紧准备好手术费，别因为钱耽误了孩子换心脏。要是到时候钱不够，心脏可不会当人，会顺位给下一个等待移植的病人。刚抽完血的我真的很为难，因为我手上的钱离200万还差一大截。我请求达马能不能跟医院说说，先手术，钱缓几天再给。可他当场就拒绝了我。不过他还是跟我说，市长前不久颁布了一项大病补贴政策，可以去试试。我和阿玲赶忙来到市政府窗口，工作人员懒洋洋地说可以申请，但是要40个工作日。我笑着说能不能通融一下，小虫等不了那么久。可那工作人员却不耐烦了，让我赶紧走开，别耽误下一位。阿玲生气地转身离去，我跟上去安慰她，说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可她却愤怒地大声喊道，想办法？还能想什么办法？去偷吗？去抢吗？是你跟我说这里可以的。看着阿玲失控的样子，我心里一阵刺痛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我们的感情也开始出现了裂痕。就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，医院那边传来了好消息，小虫的心脏匹配成功了。有心脏了，体重和配型都非常适合小虫，去交费吧，我们立刻安排手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感觉自己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，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我让达玛给我1个小时，我一定凑够手术费。他看着我眼神中的坚定，最终冒险答应了我。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接待人那里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听着身后传来因还上钱被打的哀嚎声，我心里害怕极了，腿肚子直发软。但一想到儿子，我还是鼓起勇气收下了钱。在回医院的路上，我忍不住想象着儿子手术后健康的样子，他又能在阳光下奔跑玩耍，我们一家又能回到从前幸福的日子。可命运似乎总喜欢捉弄我，阿玲的一个电话瞬间把我从天堂拉回了地狱。我发疯似的跑回医院，看到达玛医生羞愧地用窗帘挡住自己，我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我绝口不提阿玲电话里说的事，还满怀笑脸地拿出借来的钱，甚至关上屋门，想给达玛医生一些钱，感谢他为儿子的付出。我那卑微的样子，现在想来自己都觉得可怜。达玛医生推开了我，地上散落的钱就像我破碎的心。原来我前脚刚去筹钱，后脚一辆黑色汽车就抢走了小虫的心脏。院长还向达玛医生施压，说一个普通家庭根本拿不出200万手术费，更何况还有后期的检查以及心脏排斥的治疗费用。院长让他别管了，说会亲自告诉我们是发生了交通事故，心脏不能用了。在院长的劝说与威胁下，达玛医生沉默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的对话被门外的阿玲听见了。阿玲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圣洁的医院里竟然会发生这么肮脏的事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给我打了那个电话。被达玛医生拒绝后，我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无尽的黑暗深渊，愤怒、恐惧、绝望，各种情绪在我心里交织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肆意发泄着内心的痛苦，冲着达玛医生大喊大叫。可发泄完之后，我只剩下深深的恐惧。我害怕失去儿子，我哀求着达玛医生再想想办法。后来是我救的你，我救的你救到我们了。他多可爱，小虫他多可爱，我是救人了，我救的你。命运就是这么无情，保安把我当成无理取闹的家属，强行把我拖了出去。在被拖出去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院长宋民那冷漠的眼神，在他眼里，我儿子的生命就像一文不值的蝼蚁。我坐在医院外的马路上，脑子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，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。突然，我看到交警身上的警枪，一个疯狂的想法在我脑海中闪过，我要拿回属于我儿子的心脏，哪怕付出一切代价。弄到手枪之后，我先是抛出一个打火机，扔进医院门口的垃圾箱，制造了一场火灾，引开了保安。然后我悄悄进入医院，用铁棍卡住安全通道，防止有人逃跑，又用铁链锁住通往楼上的楼梯门，还在电梯上动手脚，制造电梯故障的假象。我本以为一切都能顺利进行，可一回头却发现一名保安正恶狠狠地看着我。那一刻，
我的脑海中闪过杀人灭口和逃跑的念头，但好在保安并没有察觉到异常，又继续玩起了手机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接着假装熟练的扣动扳机，人群瞬间四散而逃。我没有阻拦他们，人质太多，对我来说反而是个威胁。我越过人群，用枪口抵住医院院长宋明。很快200多名特警就包围了这座医院，这么大的阵仗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好奇，都想知道我和医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老警长张正义只是看了一眼现场的照片，就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他发现我手上拿着警枪，担心有警察已经遇害，急忙用对讲机安抚我，说一切都可以商量，千万不要伤害无辜的人。可他不知道，我根本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劫匪，我只是想拿回本属于我儿子的东西。我用对讲机和他说2个小时以前，架飞机载着一颗心脏落地心脉，我要你在1个小时之内把心脏找回来，否则我就开始杀人。除了拿回心脏这个要求，我还提出要找来一名记者，我想用这个绑架事件威胁警方帮我找回心脏，再让记者把医院里那些肮脏黑暗的事情全都曝光出去。张正义很聪明，根据我的要求，他猜到我一定有亲人在医院接受治疗，就安排下属去调查。至于找记者这个要求，他想用警察假扮，可他没想到这件事引来了大量媒体的关注，其中就有李安琪。看到他，我当即决定就让他进来，毕竟我们以前也算有点交情，虽然有误会，但总比其他陌生人强。张正义不想让李安琪冒险，就让女警员换上记者的衣服，可李安琪为了拿到第一手消息，根本不顾劝阻，直接冲到了医院门口。等张正义反应过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知道自己已经被狙击手盯上，轻易露头很可能会被击毙，所以我特地让保安来给李安琪开门。李安琪进入医院后，为了防止意外出现，我让他脱下上衣进行检查。确认安全后，我没有丝毫耽搁，当即让他举起摄像机，向新曼城市内所有市民曝光那些肮脏黑暗的事。李安琪举着摄像机问我：林日朗先生，请问你为什么要劫持急诊中心？如果我没记错，你向警方索要的心脏，正是为了你儿子。那就是我儿子的心脏。我把所有的委屈、不公以及那些肮脏黑暗的交易一股脑地在镜头前讲了出来。听了我的遭遇，无论是老警长张正义，还是外面的围观群众，都充满了愤怒与压抑。就连医院内所有被挟持的人质，也都向院长投去愤怒的眼神。院长见大事不妙，急忙站出来解释，指责我说的不是事实。他还想让达马医生为他证明，可换来的只有沉默与默认。院长着急地说：心脏真的没有被劫走，只是在运送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意外，发生了。还骗人！你们这样跟杀了那个孩子有什么分别？我趁机一脚将院长踹倒，用枪抵住他的下颚，逼他说出幕后黑手。院长吓得语无伦次，最后说出是卫生局局长潘差指使他抢走心脏的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让警方立刻把心脏送回来，彻查潘差和这家医院。可这时李安琪提出了一个我忽略的致命问题：那如果那颗心脏已经被移植了呢？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眼中满是不安与恐惧。我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，却唯独忽略了这个问题。李安琪为了帮我，也为了他的新闻，决定去器官捐献中心查那颗心脏的信息。他离开后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。张正义想要彻查潘差，却遭到警察局局长当堪的阻拦。当堪说院长的证言是被枪口逼着说的，不能当证据。面对当堪的胡搅蛮缠，张正义心里什么都明白。他知道当堪之所以从中阻拦，就是不想让事情闹大，不想在自己的局长任期内发生这种恶性案件。当堪还对张正义说：你作为一个当差30多年的老警察，看到你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市民，为匪徒喊加油，你什么感觉？你的面子还有生命？你以为我是为了面子，在我的任期内发生这种事，上头的人会怎么看我？我不管今天有多少人同情林乐朗，他犯了罪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张正义很无奈，但他没有放弃，还是让人去查接走心脏的车。他知道只要查到这辆车，就能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。可当堪为了尽快平息事件，根本不给张正义调查时间，直接命特警潜入医院击杀我。特警通过管道爬到大厅上方，结果天花板1年9失修，承受不住重量倒塌。特警手上的机枪也跟着摔飞了出去。我看到特警掉下来，趁机用脚踢飞机枪，然后在警察们的注视下一脚踹晕特警。为了逼警方尽快去找心脏，我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开枪杀了那个特警，然后对着摄像机说：还4分钟，看不到心脏，我就杀第2个。我知道这句话有多残忍，但我没有退路。小虫的命
就在这1分1秒里流逝。我不能停，眼看事情彻底闹大，无奈的当勘局长终于下决心去找心脏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市政府秘书长萨丁来了。他一到现场就宣称卫生局局长潘差已经畏罪跳楼自尽，还说在潘差的手机里找到了买家信息，现在已经把心脏带来了。萨丁带着箱子找到阿玲和小虫，说要给小虫做手术。阿玲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，还劝我说既然心脏回来了就别抵抗了。我开心的喜极而泣，以为儿子终于有救了。可当我看到电视里播报的潘差跳楼自杀的新闻时，我的心又沉了下去。潘差罪不至死，他的死很可能意味着心脏已经被人用了，而且用的人肯定位高权重，所以才会逼得他跳楼，让调查结束。萨丁的出现更证实了我的猜测。果不其然，在儿子的手术室里，所有医生都像死神一样默默矗立，那个本该装着心脏的盒子空空如也。此刻我才明白，一个毫无权势的底层父亲想和那些幕后推手斗，简直是螳臂当车。媒体的风向也开始逆转，人们纷纷指责我，说心脏已经回来，就该放了人质。我陷入了绝境，但小虫的病情不能等，我把希望寄托在了张正义身上。我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开口问他：“你是个好警察吗？”“我是好警察。”“难度我有心不。我说完这句话就退回了黑暗里。我能想象张正义回头看萨丁时的表情，一定是震惊，或许还有一丝早就预料到的悲凉。果然，下一秒枪声就响了，狙击手打中了我，我被打倒在地。萨丁则松了一口气。剧烈的枪声让阿玲惊慌失措，他不明白心脏回来了，我也准备投降，为什么还会有枪声？他想去查看手术室内的情况，却被警察控制了起来。张正义发疯似的质问萨丁为什么开枪，萨丁却满不在乎地说，警察击毙持枪挟持人质的劫匪是最佳的解决办法。可他们没想到我并没有死，我穿着之前从特警身上扒下来的防弹衣，胸口口袋里小冲的奖牌也帮我挡了一下，让我逃过了一劫。我靠在柱子后面剧烈喘息，意识到之前的猜测是对的，于是拿起对讲机和他们说：“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们离我儿子没病，可是你们应该也没有想到，我同样也骗了你们。其实阿玲那天根本就没听到潘差这2个字，我只是怀疑，毕竟潘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逼宋民说出潘差这个名字，就是想让警察调查潘差。你在警方调查他之前找到了他，是想让他当替罪羊吗？我猜他不同意，结果替罪羊就变成了替死鬼。从我得知潘差死了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儿子的心脏已经拿不回来了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天空便下起了小雨，似乎也在为这黑暗的一切哭泣。张正义虽然没有证据，但还是去找萨丁质问。萨丁却指责他老糊涂，不该相信一个罪犯的话，还说我杀了特警，这是铁证。萨丁准备强攻医院，甚至威胁当勘局长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我找到达马医生，问他我当初的配型结果。“你知道我没别的选择了，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。他才8岁，他的命在你手里。”达马医生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就是这个点头，让我心里最后一点犹豫也消失了。其实我早就想过 B 计划，用自己的心脏去救小虫，只是我怕阿玲受不了，怕小虫以后知道真相会恨我，我甚至怕自己怂。毕竟人活一辈子，谁不怕死呢？我还没看够小虫长大，没陪阿玲熬过这苦日子。可现在我没有选择了。就在我准备实施 B 计划时，突然发现院长宋民在搞小动作。我用枪指着他，找到了一部手机，手机里有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谢谢2个字。我感觉不对劲，这个短信很可能是抢走儿子心脏的人发的。我当即打了过去，结果电话铃声竟然在医院里回荡。我顺着声音找去，坐上电梯，来到手术室所在的楼层。在楼道尽头，手术室的灯亮着，我推开大门，看到无数医生正在救治一名病人，旁边就是装心脏的盒子。那一刻我崩溃了，原来我在楼下劫持人质，对着镜头嘶吼，拿命威胁他们的时候，这颗本该在小虫胸膛里跳动的心脏正被这群人捧在手里，小心翼翼地往另一个人身上按。他们说心脏移植要讲配型，要讲顺序，要讲规矩，可规矩在钞票和权力面前碎得像地上的玻璃碴。此刻我才明白，原来我从一开始就输了。
我拿命做赌注，可他们却连赌桌都没让我上。这时病人的父亲辛曼市长缓缓走了出来，他满怀愧疚地向我道歉，说希望同为父亲能得到我的原谅。我拿枪指着他的脑袋，对他说：我手里的枪是真的，我可能真的会开枪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很想开枪，打死这个让我家庭破碎的罪魁祸首。可我的枪是假的，打出的血也是提前准备好的血包。为什么赢的总是你们？我们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，认真干工作，孩子病，我们像皮球一样被你们体来体去。我们卖了房子，到处借钱，突击手术。可是林道手术，心脏居然能够被抢走。市长听了我的话，满脸愧疚地问我要怎么做才能弥补他的过错。我看着他，想到了自己和小虫的配型结果，心里有了一个主意。外面萨丁正指挥特警强攻，张正义却在反复观看我杀特警的视频。他觉得我不会做出这种事。终于他发现我是用视觉错位误导了大家，其实我根本没杀那名特警。于是他拿着视频找到当看局长，将我用视觉错位的事说了出来，想要阻止行动。可萨丁却和他说：请注意你的立场，张警官，我提醒你，你是一名警察。就因为我是警察，所以不能让你一手遮天。证据呢？说话拿出证据来啊！你的态度就是证据，你记住，就是杀人灭口。对，除了你以外，谁不想让他死？就在他们争执不下时，李安琪回来了。他从器官捐献中心找到了一根录音笔，里面有萨丁的犯罪证据。他举起录音笔和扩音喇叭，让所有人都听到了萨丁的声音。你觉得你现在有没有风险？萨丁先生，这些年你背着我捞了不少分。萨丁先生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现在没有心情替你编故事，其他的事情可以以后再算。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我要你立即亲自把那个心脏给我做。市长很需要他。随着录音的播放，真相大白。原来市长的儿子前天出了车祸，而他们为了救市长的儿子，抢走了本该属于小虫的心脏。真相曝光后，人群炸开了锅。那些曾经指责我的人，此刻都用愤怒的目光盯着萨丁，嘴里高喊着市长下台。可萨丁却拒不认罪。为了彻底死无对证，他抢过当刊的对讲机，强行让特警行动。当刊和张正义想阻止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爆炸结束后，我挟持着市长缓缓走出，所有人质也都出来了，包括那名受伤的特警。雨水打在我的脸上，冰冷刺骨，可我心里却异常平静。我当着无数人的面说出了那段憋在心里很久的话。我只想要回原本属于我自己孩子的东西，这一切本来就不公平。我们可以为了生活忍气吞声，可以接受卑微的活着，但是他们不能像虫子一样把我们随意踩死。我喊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胸口的伤口被扯得生疼。我想起那个在走廊里崩溃的父亲，想起空了的心脏运输箱，想起萨丁脸上那副吸血鬼的笑。他们觉得我们的命贱，觉得我们的眼泪不值钱，觉得只要用钱和权就能把我们的希望踩进泥里。可他们忘了，虫子被逼急了也会咬人。我让市长陪我演这最后一出戏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，底层人的命不是草芥，我们也有争取活下去的权利。我不想再有人像我一样被逼到绝境才能发出一点声音。说完我想说的话后，我丢开市长，装作要向群众开枪的样子。张正义大喊枪是假的，可狙击手还是迅速做出了反应。子弹穿透身体的那一刻，我没有感觉到疼，反而觉得解脱了。我倒在地上，感觉身体越来越轻。达玛医生立刻挤开人群，他知道多耽误1分钟，小虫的手术就多一份危险。被抬上担架时，一只萤火虫落在我的手上，那微弱的光芒闪闪烁烁，就像我这短暂却拼命燃烧过的一生，哪怕只有1瞬，也努力照亮过黑暗。后来我仿佛飘在空中，看着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，开始为小虫做心脏移植手术。手术室外，阿玲打开了我事先留下的那封信，信中我对小虫说：小虫，对不起，爸爸今天不能陪你做手术了。我曾经以为我能够一辈子陪在你身边，陪着你上大学，看着你结婚生子。但仔细想想，谁又能陪谁一辈子呢？早晚有一天你会长大，离开家，有自己的生活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不要忘记多回家看看妈妈，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牵挂我们的人。今天是你第一次面对死亡，每个人都会死的，死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尝试过为自己的生命而奋斗。
爸爸除了生命以外，没有给过你太多的东西，现在能给你的也只有这颗心脏。你要相信，生活永远都是充满希望的，哪怕是最微弱的一束光，也象征着清晨很快就要到来。我会随着这颗心脏的跳动，一刻都不会离开你们。想我的时候，听听他的声音，都是我在说爱你们。有人说我用命换命太傻，可他们不懂，父亲的心脏本就该为孩子跳最后一次。我倒下的时候，雨下得很大，可我知道总会有光透进来的，就像小虫胸口那声崭新的心跳，会替我告诉这个世界，别欺负那些沉默的人，他们心里的火一旦烧起来，能照亮最黑的夜。